还好丧尸病毒爆发后，我觉醒了空间异能。来啊！老娘空间里有的是枪！该死，丧尸实在是太多了。真是不甘心啊！姐姐，要怪只怪你挡了我的路吧。世子哥哥的正姬之位只能是我的，这可是极品鹤顶红。黄泉路上一路走好，把他扔下悬崖，毁尸灭迹。可是二小姐，大人发现了怎么办？就算发现了又如何？他娘失踪了，爹向来厌恶他蠢笨，我这是帮爹解决麻烦。是。这是哪儿？这不是我的身体，难道我穿越了？不好，这具身体中了剧毒。太好了，空间还在，可解百毒的灵泉水也还在，所以我真的穿越了。废物！还穿成了爹不疼娘失踪，连下人都敢欺负的侯府大小姐。既然占了你的身体，你的仇我替你报。一只恶狼而已，前世我能赤手空拳打死丧尸。不，这具身体长时间被虐待，太弱小了。还好我有枪，这么大一只狼可不能浪费了，收进空间里，等出去了还能用狼皮做身衣服。得找个人问路。衣着华贵，看着玉佩纹扬，此人不是王侯，也是公卿之类的大人物。还剩半口气，看这血的颜色，应该也中毒了。你最好知道出去的路，否则可就浪费了我的水。是刺客吗？我看你就剩半口气儿，没想到还有力气偷袭。你是谁派来的刺客？我可不是什么刺客，我若想杀你，你现在已经死了。张嘴。也是，他若是刺客，何必与我说这么多废话？没空跟你解释，不想死就喝，否则我现在就杀了你。你给我喝了什么？救你命的东西。现在清醒点了吗？知道走出这悬崖的路吗？奇怪，毒性竟然被压制了，莫非这女子是医师？知道，但你必须带我一起出去。不要得寸进尺。我连走路都费劲儿，此处人迹罕至，只有我能帮你指路。若你愿意带我出去，我可许你黄金万两。黄金万两？这么大口气，这人果真是大人物。我初来乍到这个世界，原主又是个不受宠的，结交此人对我有好处。成交。我的灵泉水可解百毒，他喝了之后竟还这样虚弱，看来中的不是一般的毒。你这样的大人物，怎么沦落到这种境地？遭人背叛所致。待本王回府调兵，必将他们碎尸万段。本王？难道他是王爷？王爷，恐怕您走不出这片林子了。本王？难道他是王爷？王爷，恐怕您走不出这片林子了。老大，这女人无需废话，一并杀了。无妄之灾啊！抱歉，连累了你。算了，帮人帮到底。什么妖法？有鬼啊！快跑啊！这是何物？竟有如此大的杀伤力！若我军能有此神器，何愁满足不灭？又何须将士白白送死？一个都别想走！多谢姑娘，算下来，姑娘救了我2次，不知姑娘芳名。殿下，您没事吧？属下来迟了。幸得这位姑娘相救，我没事。好大的牌面！既然你的属下来了，我们就此别过吧。且慢，姑娘若不嫌弃，可以取走这枚扳指。救命之恩，孝陵定会亲自上门道谢。报恩？
等你处理完你自己的麻烦再说吧。那姑娘不似寻常女子。殿下，那扳指是老王爷留下的。无需多言，安排一人暗中保护这位姑娘，顺便查一查她受了何难，沦落至此。是。这就是堂堂侯府嫡女的居所，比我在末世住的废墟还寒酸。啊！有鬼啊！小姐，小姐救命啊！小姐，二小姐，大小姐回魂了，她变成厉鬼回来索命了。东西剩的不多了，还是得尽快把东西补全，否则总觉得没有安全感。竟然指望在这破屋子里翻出些银子，真是痴心妄想。那王爷虽许了我万两黄金，可他的麻烦事也不知何时能解决。还是让继母把吞了原主的月事和嫁妆吐出来比较快。好困啊，还是先睡一觉。别过来！娘，我梦见沈之阳浑身是血，要掐死我！我说什么？做噩梦了？娘，他会不会没死？可我亲眼看着他被扔下悬崖。什么？你杀了沈之意？她好歹是大小姐，若是被人知道你杀了她，恐怕对你的名声不好。夫人，二小姐，不好了，大小姐回来了。还好，看来是她命大。可她还活着的话，难道就任由世子哥哥娶她？傻孩子，慌什么？世子怎么可能娶一个胆小懦弱的废物？放心吧，娘自有打算。这狄小姐待遇也太差了吧！都这个时辰了，没人送饭吃吗？好香啊！末世资源匮乏，我都多久没吃过现做的饭菜了？你发什么疯？踹坏了门，带我禀报二小姐，看她怎么收拾你！我发疯？我还没吃上饭，你一个丫鬟先吃上。那，昨天剩下的吃吧。要我说，夫人和二小姐就是太过善良，赏你一口饭吃，白养你这什么都不会的废物到18岁。原主太过怯懦，连丫鬟也敢克扣她的食物，我可不一样。末世食物短缺，敢抢我吃的，就是找死！啊！贱人，你疯了吗？吃了我的东西，还敢对我大呼小叫？你敢动我，二小姐一定会杀了你的！我好歹也是沈府嫡出的大小姐，在这院子里弄死你一个下人，你觉得会有人给你出头吗？大小姐，老爷传话，今晚在花厅设家宴，请您务必收拾收拾过去，莫要误了时辰。我娘呢？别说你娘跟人私奔了。在这对母女的陷害下，她变得怯懦不讨喜，被亲爹厌恶。放心吧，既然占了你的身体，你的仇我挨个给你报。堂堂侯府嫡女竟然被苛待成这个样子，我得尽快向王爷禀报。沈之颖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穿成这样来赴宴，诚心要给我难看是吧？就是，姐姐故意穿破衣服，外人看了还有像我们堂堂承恩侯府苛待狄小姐呢。苛待？二妹这话倒是提醒我了，爹您可知女儿这么多年是怎么过的？炭火被克扣，冬日冻得瑟瑟发抖，饭菜是残羹烂酪，甚至不如府里的一条狗。闭嘴！是你自己上不了台面，不争气。我不争气，难道不是你漠视这一切发生吗？放肆！怎么跟你爹说话的？来人，把这个疯丫头关进柴房思过。殿下，沈姑娘惹了陈恩侯不悦，陈恩侯要将她关进柴房，可要属下出手阻拦。殿下，您体内余毒未清，万不可妄动啊！沈之意救了我2次，你亲自去，不可让他受到半点委屈。是，
去哪儿了？之意，你爹他也是为你好，你这么抗命，是不把你爹放在眼里吗？是啊，姐姐，只是去柴福寺过几天而已，你就不要顶撞爹啦。为我好，爹，你听这话自己不觉得可笑吗？还敢反抗，真是反了天了！你们几个跟我一起上！这具身体太弱了，不可能一下子制服这几个壮汉。看来不得不用讲。沈冲，你不配为人父！我恨不得没你这个女儿！你若是再上前一步，我就杀了你！姐姐，你这是用了什么妖术？还敢威胁我！看来我今天得好好教训你这逆女一顿！住手！大胆！你是何人？我家侯爷教训女儿，关你一个外人什么事？闭嘴！此人乃是定北王身边的副将，不得无礼。赵将军这是何意？无意插手侯爷家事，但沈大小姐救了王爷一命，王爷说不得让沈小姐受半点委屈。沈小姐受惊了，殿下身体抱恙，未能亲自前来，但他特意嘱咐，若小姐有事，可随时去定北王府找他。定北王是悬崖底那个萧凌？正是。小姐当心，这扳指是老王爷留下的遗物，乃是未来王妃。哦，看来这玩意儿很重要。都是误会。之意啊，原来你救过定北王，这么重要的事情怎么不早说？你不是要将我关进柴房吗？哎，爹心疼你还来不及，怎会真将你关进柴房？是吗？侯爷若是真心疼爱沈小姐，怎会让沈小姐穿破衣服？听闻沈小姐在侯府住的连下人，还不快去把竹林轩收拾出来，再把上好的云锦缎子拿出来给支书裁新衣服。从前是爹被蒙骗了，今后你想要什么直接跟爹说，爹都给你。真是虚伪。告诉侯爷，我不需要丫鬟，你回去吧。小姐，属下青云，是定北王殿下派来护卫小姐安全的，属下会些武艺，听凭小姐差遣。定北王也好，多个会打架的免费劳动力。既然是王爷的人，那就留下吧。这渣爹真是唯利是图。从前原主对他没用，就放任他被欺负，现在看我得了贵人青眼，就迫不及待讨好我，如此虚伪。沈之轩，你这个贱人，能把我的夫人都给你了，你现在得意了吧？我没去找你，你反倒送上门了。我要让你知道，在这个家里，你永远别想骑到我头上。是吗？不如我们试试，看他还会不会为了你惩罚我。你敢打我，爹娘不会放过你的！你给我等着！小姐，要不要属下跟着去，免得他耍什么花样？免费劳动力，不用白不用。不，你去监视刘氏，这蠢货必定会去找他娘商量怎么对付我，我倒要看看，他们还能玩出什么花样。是。娘，沈之意那个贱人，他打我，他还敢拿簪子划伤我。看来他是真的变了，都敢还手了。娘，他现在有了定北王撑腰，爹都不向着我了，这口气我咽不下去。沈之意一个闺阁女子，究竟是怎么救了战神王爷的？莫非是定北王看上了她，又因为世子和他有婚约，只能这样掩人耳目？他都与世子哥哥有婚约了，还去勾引其他男人，真是不守妇道！若真是这样的话，过几日是长公主府里的赏花宴，到时候你伺机下药，毁了她的清白。还是娘高明，届时无论世子还是定北王，都不会要一个不洁的女人。可笑，他们竟打着这样的主意。小姐，不如属下将那药调包。不，我们先去会会他。
知意啊，你怎么来了？是竹林轩中住不惯吗？少装腔作势，我来要这么多年你克扣我的月薪，以及我母亲留给我的嫁妆。知意啊，你现在还小，这嫁妆你拿去也没用，先放库房，娘帮你保管着。少废话，月历、库房钥匙统统交出来，不然我就去求定北王给我做主。这乐器好说，可那些嫁妆十分沉重，你就算拿走了，又能放到哪儿去呢？走吧，青云，找你家王爷鸣冤。看你说的这样严重，这样吧，娘多给你些银子，那嫁妆又不会长了腿跑路，箱子钥匙又在你手上，谁都打不开，你就安心吧。看来嫁妆暂时要不回来，那就狠狠地宰他一笔。好，我要3000两。你疯了！3000两，那可是侯府半年的开销。你持家这么多年，手上的油水可不止3000两吧？你这孩子，你，好吧。这还差不多。看来这恶毒继母也不足为惧。有了钱，明天出去转转吧。死丫头，我倒要看看你有这命花我的钱吗？这热闹的烟火气比满是丧尸的末世废墟可强太多。各位看官，今日咱们继续说那定北王萧凛3年前北境苍狼谷一战。好！话说当年蛮族10万铁骑南下，兵锋直指我大梁北境重镇朔方城，守军不过8000，危在旦夕。就在此时，年仅19岁的定北王萧凛亲率3000玄甲军千里奔袭，那真是黑云压城城欲摧，甲光照天金鳞开。苍狼谷地势险要，定北王以身为饵，诱敌深入，3000精兵埋伏两侧，滚木巨石齐下，火攻水淹连环计，杀得蛮犯人仰马翻，溃不成军。好，杀得好！正是此一战，定北王乘胜追击，连夺蛮族7座城池，将其赶回漠北老家，着实不负战神王爷之名啊！好，3000对10万，你家王爷这么厉害？小姐，我家王爷用兵如神，当年先帝在时曾亲口称赞过的。小姐似乎对王爷的旧事很感兴趣。确实有点兴趣。他的伤还没好吗？王爷中的毒古怪阴狠，仍有余毒未清，需要时刻运功压制。这么麻烦。走，青云，我们去定北王府。好，王爷见到姑娘定然很高兴。进。王爷，沈姑娘来了，正在前厅等候。本王现在看上去如何？是不是病容憔悴，看上去惹人厌恶？王爷在说什么？惹人厌恶？王爷何时在意过自己的容貌？王爷气色比昨日好多了，即便爆化，亦不损风采，英武不凡。那就好，让他进来吧。听说你余毒未解，劳姑娘挂心，余毒顽固难解。这是能彻底解毒的东西。毒彻底解了，姑娘2次救命之恩，恩同再造。萧令曾许诺黄金1万两，赵归去将黄金我不要了。什么？姑娘是觉得1万两黄金不够？不是多少的问题，我想要点别的。按着单子上写的，帮我准备。这是秘药，数量巨多，不像个人用途，倒像在储备军资。沈姑娘，你要这些东西何用？我自有我的用处，这些东西价值远不及1万两黄金，你就说给不给吧。
给，可姑娘救了我2次，只要这点东西吗？对我来说足够了。王爷也帮了我很多，谢恩图报这种事，我可做不来。沈姑娘，萧凛并非要探听你的秘密，只是如此大量的物资，你要如何存放转运？若有需要，我可派我的兵。异能迟早会有些人发现的，不如先透露给这个王爷，好得到他的庇护。王爷，你相信这世上有一些不合常理的事情存在吗？沈姑娘，不妨细说。这点心怎会凭空消失？实不相瞒，我能暂时将东西储存在一个地方，并能随时取出。袖里乾坤，凭空摄物，劫子须弥。我知道了，你是神仙吧？王爷想多了，我不是神仙，只是偶然得了这个能力的普通人罢了。这能力匪夷所思，姑娘放心，萧凛必守口如瓶。那就多谢了。今日天色已晚，告辞。你的属下说这玩意儿还挺重要，还你。沈姑娘留着吧，见此扳指，如我亲临，是个信物。行，那我就不客气了，走了。有话就说。王爷，沈姑娘是有婚约在身的，她这样的人绝对不会嫁给萧景恒这样一个纨绔子弟的。小姐，这扳指对王爷十分重要，看来王爷也很重视您呢。应该的，我可是他救命恩人。听说姐姐去了王府，滚！我是来好心告诉你，3日后长公主府举办赏花宴，便请京城贵女。娘说让你也一起去。哦，你们会这么好心？姐姐这说的什么话？你毕竟是侯府嫡女，这种场合怎能缺席？而且世子哥哥也会去哦。这就是我未来的夫婿吗？这便是你那个嫡姐，如此畏缩粗鄙，毫无大家风范。本世子日后定不会与这般女子成婚。世子哥哥，你别这么说姐姐嘛。好啊，我去。那就说定了，姐姐可要好好打扮打扮，别丢了我们侯府的脸面。你趁机将世子引到沈婉柔准备好的地方就行，我倒要看看身败名裂的会是谁。世子哥哥，你看那边的牡丹，姐姐也来了，怎么独自在此？是被人排挤了吗？沈之意，打扮起来倒是有模有样的。你就是世子萧景恒，看上去也是人模狗样。哼，你还是这么粗鄙，上不得台面。看在你如今这张脸还算可人的份上，本世子开恩，待婉柔过门后，可赏你一个妾室之位，如何？你也配让我做妾？不要不识好歹，本世子肯赏你做妾已是仁慈。你不会持家，又如此粗鄙，除了本世子，还有谁会要你？不劳世子操心，青云，我们走。姐姐怎能辜负世子一番好心？还是柔儿性情温顺，惹人喜爱。姐姐自小没了亲生母亲教导，不知礼数，并非故意顶撞您的，您千万不要生姐姐的气啊！今日过后，你沈之意连世子的妾都做不了。小姐，您刚才怎么不让属下教训他们？那对狗男女一唱一和，欺人太甚。无妨，让他们先高兴一会儿，稍后你切记按兵不动，我要以身入局。是，小姐。姐姐来了，方才妹妹言语多有冒犯，特以茶代酒向姐姐赔罪。你会这么好心，
你不会在茶里下了毒吧？沈大小姐真是心思深处，竟怀疑新妹妹毒害她。二小姐知书达理，还要被这嫡姐为难。姐姐，请。知意，柔儿既已赔罪，你便喝了这茶，莫要让柔儿久等。既然世子都这样说了，还好我的空间异逆能置换位置。萧景恒，你就好好享受这毒茶吧。好茶，姐姐喜欢就好。姐姐，对不起，婉儿不是故意的。秋儿，快扶着姐姐去更衣。妹妹怎能这么毛手毛脚？莫非是没学好规矩？你才没规矩！不是，我的意思是……是啊，沈二小姐这么不小心，以后还怎么侍奉婆母啊？姐姐还是快去更衣吧，免得感染风寒。大小姐，快随奴婢来。真沉不住气。好啊，那就麻烦妹妹了。沈之意，这次你插翅难逃，等你身败名裂，看你还怎么嚣张！奇怪，怎么这么热？世子哥哥，您累了吗？柔儿扶您去休息一下，可好？不必了，柔儿。可能是人多有点闷，我自己去透透气。小姐，人带来了，将他们扔床上去。这药是属下珍藏的烈性春药，能让他们昏昏沉沉，遵循本能行事。小姐，我们快躲起来吧。秋儿这死丫头怎么回事？让她戴个落磨蹭这么久，难不成偷懒去了？不行，不能再等了。诸位姐姐，我姐姐去更衣，半个时辰了还未回来。她第一次来长公主府，人生地不熟，我担心她出事，大家可否帮我找找姐姐？长公主府有些园子挺僻静的，或许是迷路了。二小姐莫怕，我们帮你找找就是了。你嫡姐方才那样为难你，你还不计前嫌去找她，真是心地善良。这都是我这个妹妹该做的。沈之意，你完了！我要让全京城的人都看看你是多么放浪。这里面是什么人？白日宣魂，不知廉耻！难道是姐姐？她怎会做出这种事？沈大小姐原来是和人私通去了。说我没记错，沈大小姐似乎世子有婚约吧？怎能不守妇道，婚前失贞？真是不要脸！嘿，我早就听闻姐姐与外男拉扯不清，本以为只是传言，没想到这样水性杨花的女人就该进猪笼。沈之意做出这种事，今后谁还敢娶她？万一姐姐是遭了歹人威胁被迫的呢？诸位姐姐，我们快将门打开，救我姐姐！你还向着她，二小姐真是至纯至善之人啊！我听着倒像是主动的，不要脸的女人！听着有3个人，真是放浪形骸，不知羞耻！呸！姐姐，你怎么做出这种事？父亲和世子哥哥不会放过你的。妹妹，你们聚在这儿干嘛呢？沈之意，你不是……你在这儿的话，床上的是谁？姐姐。我这好妹妹带你们来，是想将我抓奸在床吧？不是的。为何妹妹这么笃定，床上的人是我呢？呀，这不是世子殿下和二小姐身边的丫鬟秋儿吗？她家丁倒是眼生，世子殿下夹在这2人中间，真是好忙碌啊！我说妹妹今日怎么忽然进我茶，原来是别有用心啊！呀，二小姐身上掉下来的是什么？没有，不是，还给我！二小姐，
你的药掉了。好啊，我说你怎么径直带我们来这儿，原来是这样的打算。真是心思深沉，拿我们当枪使。不，这不是我的，你在陷害我！下药毒害，败坏家风。今日一整天都是你在给世子殿下奉茶，定然是你不小心弄错了。我也好奇，婉柔是我妹妹，世子是我未婚夫，你二人为何举止亲密，屡次逾越礼数？原来是打着这样的主意，主仆共侍一夫，恶心，太恶心了！今日当着诸位小姐的面，世子殿下犯下如此大错，又与妹妹纠缠不清，我原本为世子殿下的婚约就此作废。世子殿下他们还没清醒，我们快离开这个污浊之地吧。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，亏我还觉得他心地善良。以后这种宴席有沈婉柔的地方，我可不来了，当了我的眼。真的不是我，是沈之意害我，是他害我。事到如今还攀咬别人，真是无可救药。走吧走吧，别站了。妹妹，就算我和世子退了婚，你身败名裂，还怎么嫁给你心心念念的世子？沈之意，你陷害我！陷害？你有证据吗？还有谁会信你？小姐，这下世子和沈婉柔的名声全毁了。世子好歹也是皇室宗亲，光天化日之下和丫鬟家丁搞在一起，这传出去，今后可不会有京城贵女再嫁给他。真不知道世子醒来发现自己和那种人躺在一起，会怎么和沈婉柔闹？这是哪里？马上给我滚！混账，谁干的？世子哥哥，你醒了！沈婉柔，你给本世子解释清楚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我不知道，是沈之意，是沈之意害我们。我想起来了，我喝了你端给我的茶，就成了这样。你竟敢算计本世子！世子哥哥，我真的没有害你，是沈之意换了茶，是他。贱人！本世子被你这蠢货害惨了！你这毒妇，本世子定要你生不如死！世子哥哥，不要啊！我是真心爱你的。滚！看到你就恶心。沈之意，我跟你势不两立！混账东西！你知不知道外面怎么传的？我侯府的脸都被你丢尽了！爹，我是被陷害的，是沈之意，他害我！老爷，柔儿一向知书达理，怎么会做出这种事？定是有人故意陷害啊！陷害！证据确凿，满京城都在传承安侯府二小姐陷害大小不成，反倒害了世子。老爷，柔儿年纪小不懂事，求您饶她这次吧。从今日起，你给我滚去祠堂跪着，没我允许，不许踏出一步。爹，还不快谢过老爷！多谢爹爹开恩。我可是差点被他毁了名声，爹居然只罚他跪祠堂吗？沈之意，爹！好了，之意，你妹妹年纪小不懂事儿，就原谅她这次。原谅？他想要我的命，爹就这么轻飘飘接过了？你还要怎样？她毕竟是你亲妹妹，难道你要我亲手杀了她吗？好啊，你亲手杀了她，我就作罢。万万不可啊，老爷！柔儿是您的亲生女儿啊，她只是犯了错，何至于用性命偿还啊？都闭嘴！此事就此结过，毕竟之意也没出事，让柔儿带下去吧。之意，我已经惩罚过柔儿了，你也别盯着这件事不放了。你先与爹说说，你跟定北王怎么样了？听说定北王身体抱恙，你也可有前去探望定北王？这样偏心，还想从我这儿捞好处，没门儿！王爷事务繁忙，哪有空见我？什么意思？你不是救了他吗？他没说要报答你。报答？人家是王爷，能给我好脸色就不错了。兴许王爷早就忘了我。什么？你这个没用的废物，连勾引王爷都做不到，枉我白养你这么多年！真恶心，竟让自己的女儿去勾引别人。看来这侯府不能再待下去。
爹不是一直觉得我是个废物？那你还敢有恃无恐，退了世子的婚？世子那天被一个家丁压在身下，我自然不会嫁给你。老爷，世子殿下驾到。世子殿下大驾光临，有失远迎。沈重，你养的好女。殿下息怒，此事是婉柔的错，我已经罚过她了。罚过就完了？你二女儿毁了我的名声，你大女儿还要跟我退婚，你说这事儿怎么办？殿下息怒，不如这样，婚约继续，我把2个女儿都嫁给你如何？你说什么？我不嫁。我在跟殿下说话，你插什么嘴？让我嫁给一个有龙阳之好的世子，做梦！什么龙阳之好？我那是……哎呀，世子殿下不是和家丁那什么吗？全京城都传遍了呀！沈之意，你找死！我说的是事实啊！殿下跟一个丑陋家丁躺在一张床上，衣衫不整。你沈之玉，你给我闭嘴！殿下请上座，切莫生气。这丫头不懂事，我来教训她。之玉，我是你爹，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，今天你必须答应嫁给世子。沈婉柔不是一直想嫁吗？让她去嫁好了。你们不是不知道，柔儿惹了世子生气，她一个人嫁过去被欺负了，可怎么办？照你这意思，届时我还得护着沈婉柔，休想！我养你到这么大，你怎敢违抗父命？今日你不嫁也得嫁。好，既然爹这么想把我卖了换好处，那我今天就跟你把话说清楚。沈重，你口口声声说养我这么多年，实则漠视我被季氏夫人欺负，任由他们克扣我的月事，给我吃残羹蓝档。你枉为人父！你从今日起，我沈之意跟你断绝父女关系。你敢！一个女子离了侯府，活不过3天。沈之意，你可要想清楚，离开了侯府，你就不是侯府嫡小姐，而是个庶人。到时候我要对你做什么，你能如何抵抗？本世子会让你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。既然你不识抬举，世子就亲自教教你规矩。你这贱人！来人，给我捉住他！将他带回去，我倒要看看谁敢拦我！之意啊，这可是你亲口说的，要与本侯断绝父女关系的，别怪本侯袖手旁观。不劳侯爷操心。你这是什么妖术？竟敢打死陛下赐给我的侍卫，胆大包天！沈之意，你还敢伤我？我要将你千刀万剐！你有命活下去再说吧。你要干什么？你敢杀我？我爹是太祖亲封的定国公，我姑母是淑妃娘娘，你敢动我试试？那我就试试。沈之言，你给我住手！杀了他，我们都活不了。那正好，你们都给我陪葬我。世子，下辈子记得别招惹女人。住手！沈姑娘，且慢。为何拦我？连他也要背叛我吗？这是皇叔，救我！这个疯女人要杀我！闭嘴，承恩侯。本王听说你不顾沈姑娘的意愿，要把沈姑娘强行嫁给这个不学无术的东西。王爷息怒，误会，都是误会。王爷明鉴，是沈之意他自己要断绝关系。本王问这个了吗？沈姑娘，你没事吧？我倒没事，就是有些人太把自己当回事儿。萧景行，你身为皇室宗亲，强抢民女，该当何罪？皇叔，他伤了我才对他动手的。本王只看到你要对他动手。来人，把世子抬下去治伤，从今日起禁足3个月，不得出门。皇叔，赵圭，把世子的另一条腿也打断。皇叔，你说什么？你为了一个贱女人伤我？沈姑娘可解气？我若是说不解气呢？若沈姑娘非要杀了萧景恒才能出气的话，便由我来动手吧。他毕竟是皇兄的子侄，沈姑娘亲自动手恐怕不好。你是因为这个才阻止我的？是。那算了，留他一命吧。当个残废，活着可比死了痛。
王爷，小女不懂事，冲撞了您，还请您大人大量。本王没让你说谎。沈姑娘，你方才说要与侯府岛断绝关系，是认真的吗？认真的，这里容不下我，我也不稀罕待。好，既然如此，本王为你做主。这是本王让府中师爷你的断亲文书，你签字画押后，从今日起，你与承恩侯府再无瓜葛。爹，哦不，侯爷，你可有意见？没有。还有我娘留给我的嫁妆，我要全部带走。什么？那些嫁妆，那些东西笨重，你一个姑娘家带着不方便，不如先放在府里，爹帮你保管。承恩侯，你是觉得本王府上没有放嫁妆的地方？不敢，只是那些嫁妆是侯府的。侯府的？你续聘时沈姑娘生母的嫁妆应该已经清点造册，归她所有。少圭，去请京兆尹来，本王倒要问问，霸占亡妻嫁妆，该当何罪？是。王爷息怒，下官这就把嫁妆还给他。沈姑娘，王府空院子多，你若暂时没地方住，可以先住我那儿。王爷，你这样是在偿还救命之恩吗？救命之恩无以为报，以身相许的话，姑娘若不嫌弃，本王倒是愿意。王爷果真是看上了沈小姐，现在好了，沈小姐和世子的婚退了，王爷能光明正大的追求沈小姐了。王爷是认真的吗？自然是认真的。以身相许就算了，先给我找个落脚之处吧。是我心急了，唐突了沈姑娘。沈小姐这是拒绝王爷的意思吗？我这是把一座金山给赶走了。小姐，您才刚离开侯府半个月，承恩侯和世子他们现在特别不如意，是吗？细细说来。这世子殿下与沈二小姐成了亲，都是你这个蠢妇害的！若不是你在茶里下药，本世子怎会被人嘲笑，落到终身残疾的地步？你怪我，是你自己管不住下半身，喝了下药的茶，不会去找大夫吗？非要跟丫鬟家丁滚在一起！贱人，你还敢顶嘴！萧景恒，你现在就是个瘸子，要不是我肯嫁给你，谁还会要你这个废物？你看，本世子当初真是瞎了眼，看上你这个蛇蝎心肠的女人。当初你自己也没拒绝，现在都怪我了。看看你管的好家，看看你管的好家，账上连100两银子都没有了，下人的工钱都发不出来，这日子怎么过？老爷，这可不能全怪我啊！不怪你怪谁？都是大小姐闹着要和您断亲，带走了她生母留给她的嫁妆。这些年侯府早就入不敷出了，我也是拆东墙补西墙。入不敷出？侯府的田产铺子呢？老爷，您这些年应酬打点哪样不要钱？再加上定北王大手一挥，让咱们把这些年挪用的嫁妆还回去，那可是真金白银啊！不怪那个逆女，都怪她。老爷，要不您去求求大小姐，毕竟她现在是定北王面前的红人。求她？不可能！我好歹养了她那么多年，最后竟然这么不留情面。真好，就让他们狗咬狗去吧。小姐英明，这只是替原主收回了些利息，你们可千万要撑住。灵儿，朕发现你这几天十分反常啊。皇兄何出此言？先是打断了萧景红的腿，又让朕给萧景恒和沈家二苗女赐婚。淑妃可是狠狠闹了朕一顿呢。萧景恒强抢民女，我只打断了他的腿以示仁慈。灵儿，你做的这些事，似乎都是为了那名与承安侯断亲的女子沈之意。皇兄明察秋毫，你莫非是喜欢上她了？你若真喜欢，朕可以给你们赐婚。皇兄，沈之意救了臣弟2次，若没有他，只怕我现在已是悬崖下一具尸体。大恩大德，无以为报，那你更应该娶她报答呀。臣弟倒是想娶她，可臣弟觉得自己配不上她。你这家伙在说什么呢？你堂堂定北王，战功赫赫，怎么会配不上她？皇兄没见过她，她不似寻常女子，她身上有一种超凡脱俗的气质。臣弟在她面前只觉得自惭形秽。有意思，真有意思。朕倒是想见见这位沈姑娘了。皇兄莫要取笑臣弟了。行了，边关恐怕还要再乱，这段时间你就好好想想怎么把人家姑娘娶进门吧。这小子该不会动真情了吧？我命人送过去的东西，沈姑娘都收了吗？回殿下，小姐全都收下了，只是让我转告殿下，以后不用给她送了。我知道了。她近几日在王府可有不适应？小姐似乎有些无聊，整日里奄奄的，对什么都打不起兴趣。无聊？我知道了，你退下吧。是。
王爷，边关急报，蛮族撕毁停战协定，大举南侵，朔方城守军求援，军情如火，还请王爷速速准备。陛下可知晓，军报已送进宫，陛下急召王爷入宫议事。备马。青云告诉我，边境出了事。沈姑娘，边关战事已起，陛下命我明日便率军出征。明日？这么急迫？沈姑娘，我有一句话想问你。王爷，请说。你并未常人，对寻常女子喜爱的绣花描眉不感兴趣，反倒对兵器弩箭爱不释手。你有没有兴趣跟我一起去边关？王爷，你这是在邀请我？是。好，我去。那明日我们一起出发。沈姑娘骑了整整1天的马了，不累吗？小姐她不是一般人。沈姑娘，要不要歇一歇？不用，继续赶路吧，别耽误了行程。好。这沈姑娘可真不简单，骑了1整天马，愣是没喊一军累。就是，比那些来军中历练的世家子弟还强。她果然与众不同。赶了1天路，吃点东西。多谢王爷。沈姑娘，后悔吗？边关苦寒，这一路颠簸，不比你在王府舒服。不后悔。王爷，你别一口一个沈姑娘了，叫我知意就行。好，知意。王爷这是开窍了。王爷，您可算来了。情况如何？蛮族昨日又劫掠了2个村子，村中伤亡不小。哎，听说王爷带了个小娘子来边关，可不是嘛，长得还挺标致。这种地方带个女人来，不是拖后腿啊？就是细皮嫩肉的，能干啥？到时候还得派人保护她。有什么话不妨当面说。行，那老子就当面说，你这种身娇体弱的小娘子，在京城勾引勾引王爷就算了，来边关能干啥？端茶倒水都嫌你碍事。赵大，退下！王爷，军营重地，为何要让一个小娘子进来？谁知道她是不是蛮族派来的探子？继续说。万一打起仗来，你吓得哭爹喊娘，我们还得派人保护你。还有呢？一个拖后腿的，浪费军粮，耽误打仗。说白了，你不就是仗着有几分姿色以色示人，缠着王爷来边关吗？放肆！你敢对沈姑娘不敬？让他说完。说就说，老子在边关打了5年仗，刀头舔血，见惯了生死。最看不惯的就是你这种花瓶，除了好看一无是处。赵大，你可知沈姑娘在京城救过我2次，若无沈姑娘，我早已是一具尸体。王爷，东面15里，一队蛮族骑兵正在骚扰村子。多少人？10骑左右。他们极为狡猾，趁着我军士兵撤退，便去骚扰村子。我军赶过去，他们就逃走了。赵大，你说我是花瓶拖后腿的，怎么？不如我们见真章，现在就去那村子，看看谁能制服敌军骑兵。哈哈哈哈哈！就凭你若是能制服哪怕1个敌军，我都给你跪下道歉。好，赵规，点10个人，连同赵大一起，跟着沈姑娘去。是，王爷，您真让他去？这不是送死吗？闭嘴，服从命令。是。小娘子，我可把丑话说在前头，蛮族力大无比，善用巨斧，一斧子下来，能把你劈成2半。我劝你趁早找个安全的地方藏好，别拖累我们。废话说完了。哼，不识好歹，
若我真是个身娇体弱的小女子，恐怕真要被这番话吓得腿软。可惜，赵大，我们比一比，谁制服的敌军多吧。我带2个人守好村中出口，不让他们再逃了。凭借空间瞬移，你们几个还想伤我？结束了，所有敌军都被制服了。沈姑娘，10名蛮族骑兵5死5伏，我军无一人阵亡。沈姑娘太厉害了，杀了4个敌人，又俘虏了1个。赵大你不行啊，才对付1个，还受了伤。沈姑娘这是真功夫，我等敬佩。别动，让我看看你的伤口。蛮族力大无比，善用巨斧，一斧头下来能劈成2半。沈姑娘，赵大，还记得你之前所说吗？你说我是探子花瓶以色示人的玩意儿，现在你还这么觉得吗？沈姑娘，是我有眼无珠，我给您磕头认错。走了，回去复命。沈姑娘不计前嫌，竟然还帮你包扎伤口，真是心地善良啊！这怎么可能？怎么了？昨天还那么深的口子，今天就结痂了，这好的也太快了。真的哎，沈姑娘给你用的什么药？那可是沈姑娘的独门秘药，你们不知道。王爷当过中了奇毒，太医都束手无策，是沈姑娘给王爷解的毒。沈姑娘这么厉害？没错，沈姑娘医术高超，你小子命好。沈姑娘大人大量，不跟你计较。我真是，我赵大真不是东西。之意，经此一战，今后不会再有人为难你，看不起你了。我不在乎别人怎么看，我只是想证明，我不是拖后腿的。你从来都不是。今晚我设了接风宴，犒劳将士，也正式将你介绍给众将领。需要这么正式吗？需要，因为你值得。好，我去。诸位，这一杯敬沈姑娘。今日她带队击退蛮族骑兵，活捉5人，我军无一人阵亡。沈姑娘真是巾帼不让须眉。不过，我听说沈姑娘本是侯府嫡女，为何会来边关？既然诸位问起，本王就直说了。沈姑娘在长安侯府备受苛待，堂堂嫡女，连下人都不如。沈姑娘干脆与侯府断绝关系，随本王来边关。她救过本王2次，又救过赵大，她的本事和人品，本王可以担保。沈姑娘，我赵大之前嘴贱，说了混账话，您大人大量，我服您。沈姑娘，你放心，从今日起，谁胆敢在军营里找你麻烦，我第一个不答应。沈姑娘这般本事，谁敢瞧不起她，就是瞧不起我们。沈姑娘，以后有什么事儿，尽管吩咐。我在末世独自挣扎数年，今日竟能获得久违的温暖。多谢诸位，我沈之意定不负诸位信任。此人的伤怎么没人管？忙不过来，前面还有10几个等着呢，谁伤得重先救谁。没事的，我的伤还能撑，先去救伤得更严重的兄弟吧。我的伤竟然开始愈合了，神医啊，多谢神医！不用谢我，这都是我该做的。这几日的仗只是小打小闹，军医余便来不及救治伤患了。等大战爆发，可如何是好？
你这丫头是什么人？师承何人？竟然把伤口处理得这么好！我只是个普通人罢了。喂，丫头，我们这儿正缺人手，你留在军医局好不好？我还有事，先走了。王爷，知意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有话跟你说。怎么了？是你受伤了吗？并没有，只是我军的医疗条件有很大限制。军医局从太医院临时调配医官随军救护，战场上刀剑无眼，愿意来的人少之又少，人手自然紧缺。这样下去，很多本来能救活的士兵都会白白死掉。边关骨寒，军医本就稀缺，我早就知道这个问题，但一直有心无力。我有办法。什么办法？扩充军医局，培训人手，统一流程，让每一个伤兵都能得到及时治疗。知意，军中会医术的极少，如何能扩充军医局呢？这是……王爷，你还记得当初在悬崖底下，我给你喝了什么吗？不想死就喝。自然记得，你给我喝了一种水，毒性当场就被压制住了。就是这个，这是我空间里的灵泉水，取之不尽，用之不绝，不仅能解毒，还能加快伤势愈合速度。加速愈合？有多快？用这水清洗伤口，不到片刻，伤口便开始愈合，第2天就能结痂。寻常刀伤处理得当，完全愈合也需要至少7天。用了我的灵泉水，1天就够了。有了这个，即使不会医术的人，也能帮伤者处理伤口。没错，倒上去，包扎好，剩下的交给时间。知意，这件事全交给你来办，定不负所托。我有预感，敌人很快就会发动大规模进攻，届时必定死伤无数。有了灵泉水，至少能多救回来1半的人。知意，你帮了我太多，王爷也帮了我很多，客套话就不用再说了。好，那就这么定了。灵泉水取之不尽，沈姑娘果真是神女下凡。陈大夫，这是我研制的秘密药水。沈姑娘的药水，那可不得了。上回给那个刀伤病人用了，第2天就结痂了。这次量多，兑些清水，给士兵清洗伤口，可以加快伤势愈合。1:10的比例，口服加外敷效果更好。好嘞，我这就去办。哎，不疼了，凉丝丝的。沈姑娘，神了！那就好，抓紧时间，给所有伤兵都用上。多谢沈姑娘救命之恩。沈姑娘，您真是活菩萨！沈姑娘的大恩大德，我这辈子都记着。无需谢我，好好养伤，伤好了还能上阵杀敌。萧凌所料果然不错，蛮族纠集了5万精锐，朔方城守军却只有3万。多亏王爷用兵如神，才勉强抵挡住他们的进攻。蛮族今日从东面进攻，被我们挡回去了，但他们的主力还在北面。王爷，大事不好！后方运粮队在黑风谷遭蛮族埋伏，粮草全被劫了。你说什么？押运粮草的守将呢？全军覆没，无一生还。黑风谷地形险要，蛮族怎会知道运粮路线？有内鬼！军中还剩多少存粮？回王爷，若按正常供应，还能撑10天。从后方调运新粮草，最快需要多久？属下已派人飞鸽传书，但就算一切顺利，从京城调粮运到朔方城，至少也需要20天。20天，中间有10天空档。王爷，这10天的缺口怎么办？第一，
立即上折子，请京城彻查内部，并火速调运新粮草。第二，从今日起，全军每日口粮减半，优先供给伤兵和前线作战的士兵。王爷，减半的话，士兵们体力跟不上。我知道，但这是我们目前唯一的办法。另外，粮草被劫的消息必须封锁，若传出去，军心必乱。是，属下这就去办。等等，派人暗中查探，看看近期有谁和外界往来频繁，内鬼不除，后患无穷。是。10天的粮草缺口，这仗该怎么打？王爷，出什么事了？粮草出事了，存粮只够撑10天。就这事儿？之一，粮草短缺是军中大事，10日断粮，3万人马。你忘了，在京城时我曾要你收集米面药材等物资。你的意思是？我说，粮草的事交给我。之意，你难道有未卜先知的能力，预测到了今天？王爷想多了，我只是习惯囤东西罢了。之意，算下来，你救了这朔邦城3万士兵的命。待此战结束，我必会奏请陛下重赏你。重赏等我们班师回朝再说。只是这件事还是先不要宣扬出去。我明白，内鬼还没揪出来，粮草已劫的消息若传开，军心必乱。而你有空间能供粮的事，更不能让任何人知道。那就这么定了，粮食我偷偷放到仓库，你派人看好就行。之意，大恩不言谢。别煽情了，忙你的去吧。内鬼一定要揪出来。哎，你们听说了吗？咱们的军粮被劫了。什么？真的假的？那这几天吃的是什么？我也听到风声了，说是运粮队全军覆没，1粒米都没剩。唉，怪不得每天只给这点稀粥，饿得我前胸贴后背。那咋办嘞？没粮食，这仗还怎么打？都闭嘴！谁让你们乱传谣言的？张哥，不是我传的，是外面都在说。王爷说了，粮草充足，只是运输慢了些。谁再乱传谣言，扰乱军心，军法处置。怎么会败？王爷，士兵们士气低落，根本无心竞战，很多人还没开打就想跑。王爷，都是那谣言闹的，士兵们真以为粮草断了。既然这样，内鬼抓到了，抓到了，是伙房的一名火头军，叫刘四。他趁做饭时四处散播谣言，属下已经将他控制住了。带上来。刘四，是你散播谣言说军粮被劫，敖廷要放弃朔方城。王爷，小的也是听说的。听说的？属下搜过此人的军场，发现了这个。真是好大的胆子！你竟敢与蛮族暗中勾结！王爷好眼力，没错，就是我干的。勾结蛮族散播谣言，当斩，将他压下去。刘四，你为何要背叛朝廷？对了，因为我不想死。粮草被劫了，朝廷根本不管我们死活。闭嘴！让我闭嘴也没用。你们都知道吗？你们都要被饿死了，根本没有足够的粮食了。什么？这怎么可能？这几天的伙食确实没有之前好了。难道他说的是真的？此人与蛮族勾结，证据确凿，现在又妄图扰乱军心，按照军规当斩。就算杀了我又如何？粮草没了，援军不会来了，我们都是弃子。刘四，你他娘的是内鬼！我还救过你的命，你这个畜生！上次上战场你装受伤躲在后面，是我背你回来的。哼，救我？你们救我有什么用？反正都要死，早死晚死的区别罢了。难道我们真的被放弃了？家里的老娘还等我回去。光喊空话没用，他们要的是粮食，是真真切切的希望。原本不想暴露空间的，但再不站出来，士气真要大乱了。沈姑娘来了，纵然沈姑娘医术超云，也救不了我们。没粮食，谁都活不了。哟，这不是那位神医小娘子吗？怎么，你的药水能当饭吃？之意，你确定？
暴露了空间，你会惹来大麻烦。一应后果我都清楚，只是现在不得不这样做。诸位弟兄，我知道你们在担心什么，粮草的事我早有准备。沈姑娘，你什么意思啊？我的意思是，粮食我有。你有？你一个弱女子能有多少粮食？够几百人吃一顿？你很快就知道了。空间里的物资该亮相。这天上掉下了粮草，神迹！这是神迹啊！还有，粮食，真的是粮食！沈姑娘，沈姑娘，沈姑娘是神仙下凡啊！得此神女，天佑我军！来人，把这个背信弃义之人军法处置！不要杀我，我也是被逼的。你就抓了我家人，背叛袍子，通敌卖国，罪不可赦。正法！弟兄们，粮草充足，援军将至，你们愿不愿意跟我将敌军打回去？愿意！军心稳住，接下来就该反攻了。王爷，这几日前线捷报频传，我军连退蛮族50里，士兵们士气高涨，都说有沈姑娘这位神女在，老天都帮着咱们。少拍马屁，仗是你们打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我充其量救了几个伤患罢了。跟你关系大，没你的粮食，士兵们哪有力气打仗？没有沈姑娘的神药，我军伤亡怎会低了这么多？是啊，将士们都说有沈姑娘在，就算受了再重的伤，也能捡回一条命来。个个打了鸡血般英勇无畏啊！诸位真是誉赞，再这样夸下去，之一可就无地自容了。王爷，蛮族派了使者前来，已到营外。使者？蛮族这是要求和？王爷，咱们刚打了几场胜仗，蛮族就坐不住了。添张桌子，请使者进来。是。你就是定北王萧凛，大胆！见了我家王爷，为何不行礼？我又不是你的臣民，行什么礼？说吧，你们大汗派你来做什么？我家大汗说了，只要你们大梁军队退出朔方城，将城池割让给我们，大汗可以考虑饶你。你说什么？你们节节败退，还敢要我们割让城池？怕不是被打傻了吧？使者，你军现在撤出50里，怎么敢提出这样的要求？因为再打下去，你们伤亡会更惨重。哟，这军营里还有这么标致的小娘子，王爷好福气啊！闭上你的狗眼，再敢多看一眼，本王把你眼珠子挖出来！王爷何必动怒？我只是夸这小娘子生得好看罢了。说正事，你们凭什么认为我军会伤亡惨重？因为我们研制出了秘密武器，此物一出，那东西能在100步之外取人性命，连铠甲都挡不住。蛮族荒凉，资源贫乏，能研制出什么武器？王爷若是不信，尽可一试。不过我劝您好好想想，是割一座城保命，还是把命丢在这里？对了，这小娘子若是愿意，也可以跟我回草原。我们大汗最……再敢多说一个字，本王现在就斩了你！王爷，两军交战不斩来使，这个规矩您不会不懂吧？对本王出言不逊，斩了你又如何？劝王爷想清楚，大汗必定举全族之力复仇，到时候你们朔方城能不能守得住，可就不一定了。你说吧，你们的秘密武器到底是？这个可不能告诉您，王爷只要知道了，此物一触，别说普通士兵，就连王爷您，恐怕也得死在这武器之下。你干什么？两军交战不斩来使？我蛮夷。不对吧？我们才是蛮夷啊！谁是蛮夷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再敢对王爷出言不逊，我就把你舌头割下来。哼！等大军打进来，那个小娘子我非要……啊！我的屁股！这一剑是替王爷赏你的。之意，你方才那一剑瞄的可真准。他活该。他那样冒犯你我二人，你生气也是应该的。之意，谢谢你。谢什么？谢你方才维护我。我征战数年，多少敌军盼着我死，朝中也有不少人巴不得我战死沙场，可我就是死不了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为什么？因为我还欠着沈姑娘的救命之恩，舍不得死。
油嘴滑舌，你属下知道你是这样的人吗？我只在沈姑娘面前这样。肉麻死了！王爷，你能正常说话吗？能得沈小姐维护，萧林死而无憾了。你胡说什么呢？王爷，沈姑娘跑得可真快。你怎么在这儿？嘿嘿，属下一直在不远处守着，防止那个使者使诈。顺便看什么热闹？当然是看王爷被沈姑娘捶了一拳的热闹。王爷，都过去这么久了，您终于和沈姑娘有了一丝丝的进展，真是可喜可贺啊！真是活腻歪了。王爷，蛮族大举来犯，前锋距离我军只有30里了。多少人？至少5000，后续还在集结。看来他们是要殊死一搏了。王爷，末将愿带兵前去迎敌。王校尉，敌军来势汹汹，王爷您得坐镇后方，不能轻易挪动。末将在边关打了10几年仗，定不会叫您失望。好，你带7000精兵先去探敌，切莫轻敌。若敌军势大，即刻撤退，不可恋战。王爷放心，末将定叫蛮族有来无回。沈姑娘，不好了！王校尉受了重伤昏迷，人已经抬过来了。伤得有多重？很重，蛮族不知道用了什么武器，竟然将王校尉伤成这样。快把人抬进来！这伤太深了，怕是伤到心肺了。都让开！黄校尉，你撑着点儿。啊！这次的药闻起来竟有股清香，这效果比治水的强了10倍不止。这是原液，快拿干净布条来。黄校尉，你可不能死！命保住了。沈姑娘，您这药水简直是仙药啊！这么重的伤都能救回来，还没脱离危险。接下来3天要密切观察，若是有发热，一定要告诉我。沈姑娘，你放心，从今日起，谁胆敢在军营里找你麻烦，我第一个不答应。沈姑娘是神女下凡，是咱们朔北城的大恩人。小姐，您哭了？没有，王校尉是为了保护朔方童才受的伤，我不能让他白白流血。蛮族，你们给我等着！执意，你来的正好，我正要去找你。王校尉的伤我已经处理好了，命保住了。那就好，多谢你。蛮族这次进攻拿出了一种新武器，能在100步之外射出弹丸，杀伤力不小。今天王校尉带的兵有好几十人都是被这东西打伤的，伤口像是被无数石子打的，密密麻麻。这是将士们带回来的。王爷，你打算怎么办？明日我亲自带兵出战。你说什么？执意，万一我出了什么事，你拿着那枚扳指回京城，陛下最疼爱我，看到扳指一定会好好护着你。你在说什么胡话？你怎么可能出事？我是认真的。蛮族的吐火枪威力不小，战场上刀枪无眼。闭嘴！执意，不用你去，我亲自去。那怎么可以？你是女子，战场局势瞬息万变，万一你出事了，难道你忘了我是谁了吗？我可是神仙啊！这又是什么？执意，这叫火箭炮，比蛮族那个破竹枪厉害10000倍。明天你就等着瞧吧。沈姑娘，不是属下不信你，这东西真能比蛮族的吐火枪厉害？赵辉，不得无礼！王爷，属下只是觉得沈姑娘莫不是在说大话，战场上可不是那么玩的。这炮弹用一发少一发，我不能浪费弹药给你演示，但我敢保证，明日战场上定会将蛮族炸得片甲不留。我信你。
你们大梁是没人了吗？竟然让一个小姑娘出来送死！就是，萧凛那个软脚侠呢，自己躲在后头，让女人出来顶缸。定北王看到我们的武器就怂了，连面都不敢露。你们蛮族烧杀抢掠，茹毛饮血，不知礼数，也妄想见我们王爷？小娘子，你这么漂亮，何必跟着萧凌送死？不如跟我们回去，我们草原上的汉子保证把你照顾得舒舒服服的。蛮子不得无礼！放你娘的屁！沈姑娘是我们大梁的神女，你们这群蛮子懂个屁！就是，沈姑娘比你们100个都强。神女，我看是萧凌的女人吧？啊，你们这些当兵的都跟她有关系，所以才这么卖命。就是，睡过了当然要卖命。再敢污蔑沈姑娘，老子跟你们拼了！沈姑娘，我们跟他们拼了！全军听令，不得擅动。给这个礼乐时代的良民一点末世震撼。这是什么妖法？撤退！快撤退！有沈姑娘，真是我大梁之福！一起上！上！这一人应该能让蛮族消停很久了。赢了！我们赢了！之意，这简直是神迹！不是你说我是神仙吗？沈姑娘大恩，萧凌替朔方城将士，替大梁百姓谢过了。谢沈姑娘！都起来，仗是大家一起打的，谢我做什么？接下来便是班师回朝了。定北王回来了，打了胜仗。听说蛮族全军覆没后，再也不敢来犯了。王爷一路辛苦，陛下已在宫中设宴，请王爷及诸位功臣入宫觐见。有劳。之意，随我一同进宫。我也要去吗？你是此战最大的功臣，陛下特意点名要见你。好。臣萧凛参见陛下。平身，灵儿，你辛苦了。这就是你在奏折里提到的沈姑娘沈之意。正是，沈之意，承恩侯府嫡长女。一个女子怎敢上朝堂？就是，成何体统？放肆！沈姑娘是此战的大功臣，若无她，朔方城3万将士早已饿死。你们有什么资格妄加议论？灵儿，你在奏折中所说的那些，可都属实？臣以项上人头担保，句句属实。王爷慎言，什么从虚空宫中变出粮食，第2天能痊愈的神药，还有能炸平山头的武器，这也太离谱了。是啊，就算想为一名女子邀功，也不能说出这等不切实际的话呀。怎会是他？这真是他！这个与我断绝关系的大女儿，怎么可能有这样神异的能力？你若是再上前一步，我就杀了你。那丫头能拿出这种武器，说不准也能拿出炸平山峰的武器。难道王爷说的都是真吗？若是如此，陛下定会重赏他。陛下，臣有话说。承恩侯，何事？回陛下，沈之意是臣的亲生女儿，她能立下如此大功，全是臣教导有方啊！臣自幼便教她要忠君爱国，保家。承恩侯，你莫不是忘记了，我与你早已断亲？是啊，侯爷，断亲文书还在沈姑娘手上。朕倒是有所耳闻，断亲文书还是领儿亲手办的，只是不知为何要闹得断亲这个地步。陛下，那都是误会。灵儿，你来说。是承恩侯沈崇多年来苛待嫡女，纵容季氏夫人欺辱她，对她不闻不问。沈姑娘忍无可忍，
才要与她断亲。冤枉啊，陛下！臣只是被人蒙蔽了。更甚者，次女曾毒杀沈姑娘未遂，将她推下悬崖，毁尸灭迹。不可能，这都是假的！王爷为何陷害微臣？闭嘴！灵儿，你继续说。臣所言句句属实，另有人证数名与断亲文书为凭。陛下，微臣不知，微臣真的不知柔儿毒杀之意啊！之意，你快给为父求求情啊！我一定是你亲爹啊！是啊，你还记得你是我亲爹啊？你帮为父求求情，为父今后一定对你好啊！晚了，你漠视我在侯府受人欺辱时，怎么不想想我是你亲生女儿？你把我当成筹码嫁给萧景恒为妾时，怎么不想想我是你亲生女儿？原来承恩侯是这种人啊！堂堂承恩侯府，连亲生女儿都养不起了吗？我好像听我女儿提起过，长公主府的赏花宴上，沈家二小姐给嫡姐下毒来着，当时闹得沸沸扬扬。陛下，臣有本启奏，承恩侯治家不严，纵女行凶，如此品行不配为侯，臣恳请陛下重罚，以儆效尤。臣附议，这样的人留在朝堂，是我大梁之耻。够了！承恩侯沈崇苛待嫡女，有辱门风，即日起削去爵位，贬为庶人，家产抄没，充入国库。不，陛下，臣冤枉，臣为大梁效力多年。好吧。陛下，臣有密报，这一切都是阴谋。沈之意是奸细，他亲生母亲是蛮族长公主，他是奸细呀！你说什么？陛下，沈之意的母亲是蛮族长公主，这一切都是他与蛮族的阴谋，妄图扰乱朝纲，这一切都是他们设计好的。真是太好。灵儿，此事当真？我娘是蛮族长公主。月儿明，风儿静，树叶儿遮窗棂。乖，睡吧，娘亲永远陪你。这是原主的记忆，那个女子就是她的娘亲。之意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陛下，民女无从选择生母是谁，但民女在大梁长大，受大梁教化，杀的是蛮族敌军，民女对得起大梁，对得起陛下。陛下，臣愿以性命担保，沈之一绝非奸细，蛮族大军被他所灭，岂有奸细如此行事？陛下，臣敢问承恩侯部沈崇，你可有证据？空口白牙，岂能误人清白？臣当年亲眼所见，那蛮族来人将他母亲接走，还留了书信。就算沈姑娘的母亲是蛮族人，那又如何？沈小姐在边境所作所为，我亲眼所见，这样的会是蛮族的奸细？边境天高路远，发生的事情我们并不知晓，不如传边境将士一问便知。是啊，定北王总不能胁迫每个人同意口供啊！臣效力以性命担保，沈之意绝非奸细。朔方城数万将士皆可为沈姑娘作证。好，那就宣朔方城守将。臣赵圭愿以性命担保。臣也愿以性命担保。沈姑娘救了臣的命，若她是奸细，臣第一个死在她手里。陛下，臣还有一事禀报。不日后，蛮族便会派出使者前来求和，届时是不是阴谋，陛下一试便知。若沈姑娘真是蛮族奸细，蛮族为何会被她打得全军覆没？为何还要来求和？有理。陛下，那蛮族狡猾，必定是……够了，此事暂且按下，待蛮族使者到来再行定。灵儿，你方才说还有一事要私下禀报。是，皇兄，边关粮草被劫一案，臣弟已查明是有内鬼与蛮族勾结。什么？军中竟有内鬼？不止军中，臣弟怀疑朝中也有奸细。当时若不是沈姑娘用自己的存粮补给，朔方城恐怕大胆！粮草乃军国重事，竟敢有人通敌卖国，朕定会彻查此事，无论牵扯到谁，严惩不贷。皇兄英明。沈之意，你母亲的事，朕会派人去查。若她真是蛮族长公主，我也不会怪罪你。你立下的功劳，谁都抹杀不了。多谢陛下。你且先回去休息，待使者到来，我自有公断。是。你若是累了，便先回王府吧，我再与皇兄说会儿话。灵儿，这个沈之意果真不是寻常女子啊！皇兄也这样认为啊？难怪你这样维护她。就算是面见朕，她也毫不失措，面对朝臣的指控，更是临危不乱，当真是奇女子。远不止如此，若皇兄亲眼见到之意于万军阵前那一幕，定然会理解臣妃的。灵儿，你若真想娶她，朕为你们赐婚。皇兄，臣弟倒是想娶她，可她
未必愿意。什么意思？他不喜欢你？不是不喜欢，只是他的喜欢大概只有一点点，不像陈帝，每每见到他，心里就兵荒马乱，彻夜难眠。皇兄，不然陈帝入赘给沈公。没发烧啊，皇兄，怎么了？堂堂定北王，战功赫赫，居然想入赘，你莫不是中了邪？皇兄，臣弟是认真的。来人啊！传太医，快传太医！皇兄，你喊太医做什么？定北王疯了，得赶紧治。皇兄，臣弟没疯。没疯？那你说说，你为什么要入赘？因为臣弟觉得配不上他。他救了臣弟不知道多少次，救了朔方城那么多人，他什么都会，什么都不怕。臣弟在他面前就像个毛头小子，手足无措。看来你是真的动了心。皇兄，您就别取笑臣弟了。行了，等蛮族使者来了，事情查清楚，朕再给你想办法。你先回去吧。是。哈哈哈，这小子也有今天。之意，王爷，你回来了。是，陛下说，等蛮族使者来了，查清你母亲的事，再行定夺。那就等吧，反正我问心无愧。王爷，你是不是还有话要说？之意，我想问你，你心里是怎么看我的？王爷英勇无畏，知恩图报，治军严明，爱兵如父，是个好人。就这些？还有，王爷长得也挺好看的。不是，我是说，你就没有别的感觉吗？别的，王爷武功高强，用兵如神。之意，我是问你对我有没有男女之间的那种？王爷想说什么？算了，没事。小姐，您就这么逗我家王爷啊？您看他都快急哭了。你家王爷真可爱。您是第一个觉得王爷可爱的人。其实您对王爷也有一丝心动的吧？佛曰不可说。大梁皇帝陛下，我族大汗特派小使前来，愿与大梁永结同盟，世代臣服，岁岁纳贡。你们肯臣服，甚好。不过，朕听说你们之前诬陷沈之意是奸细，那全是谣言，沈姑娘绝非奸细。不可能，她母亲是你们长公主。长公主在多年前就已去世，我族怎不知长公主有个流落在外的孩子？不可能，在撒谎！当年我亲眼所见，你们来人将她母亲接走，她分明就是奸细。若沈姑娘是我族人，为何要帮你们抵抗我军？是啊，使者所言有理啊。沈崇空口无凭便想污蔑别人，若他真成功了，岂不是寒了忠臣之心呢？真相大白，沈冲不过是想污蔑沈姑娘罢了。之意，你受委屈了。来人，将沈冲拖出去，污蔑忠良，按律法处置。多谢陛下信任，也多谢诸位为我洗清冤屈。好，蛮族求和之事，朕准了，你且退下。谢陛下，小使还有一事要禀报。何事？小使要指认粮草被劫案的幕后黑手，这是我族向大梁投和的诚意。贵朝中有不臣之人，暗中与我族勾结，此信可为证。萧景恒，你好大的胆子！是啊，皇兄，信上写了什么？萧景恒憎恨你打断他一条腿，竟给修书一封，告诉粮草必经之地，他要借敌人之手将你置于死地。世子通敌卖国，这可是诛九族的大罪啊！
好一个萧景恒！朕待他不薄，他竟敢！来人，将萧景恒拿下，打入死牢，查抄世子府，通敌卖国，罪不可赦，斩立决！陛下息怒！皇兄息怒，为这种人动怒不值当。灵儿，你说的对，只是朕没想到他竟狠毒至此。陛下，所幸没出什么大事，萧景恒伏法，边关将士的在天之灵也可安息了。知意说的对，使者，你们退下吧。此番多亏沈知意，沈知意听风。民女在。沈知意，你在边关之战救死扶伤，供给粮草，大破蛮族，功在社稷。朕封你为镇远大将军，正三品，赐金印。陛下，万万不可！大梁自开国以来，从未有女子封将。是啊，陛下，这于理不合，女子怎能为将？臣附议，请陛下三思。诸位大人，沈姑娘虽是女子，但她英勇神武，大破敌军，论功行赏，怎么不配为将？她才是当之无愧的战神。若无她，朔方城早已失守，敌军铁蹄踏进中原，你们哪还有机会站在这里说于理不合？陛下，朕这条命是沈姑娘救回来的，若无沈姑娘，臣早已死在边关。陛下，臣随王爷出生入死多年，从未见过如沈姑娘这般人物。她不仅救了我军3万人，更救了整个朔凉城。沈姑娘当得起镇远大将军一职。多谢诸位，知意何德何能，获得诸位这样维护。诸位爱卿说的对，朕意已决，沈知意接旨。民女，臣领旨谢恩。退朝，灵儿、知意，你们留下。知意啊，你如今已是镇远大将军，可有心绪的男子？回陛下，臣意不在此。唉，男大当婚，女大当嫁，你立下如此大功，朕总得赏你点什么。金银珠宝你怕是不缺，不如朕赐你一段姻缘如何？陛下既然这么说了，那臣就直说了。你尽管说，无论你看上了谁，朕都能给你办成了。朝中大臣、世家公子，只要你说得出名字，朕就给你赐婚。臣喜欢温柔的男子，说话如沐春风，行事张弛有度，还要俊美，剑眉星目，玉树临风，站在人群中一眼就能认出来，还要武功高强，不然还要靠我保护，多没意思。知意这样的要求，我半点都不符合。知意啊，你这些条件可有人选？倘若他成婚后，我能做小吗？呸！萧凛啊萧凛，你何时也这般不知廉耻、痴心妄想？其实臣方才说的这些条件，如果这个人是王爷的话，怎样臣都喜欢。知意，你说什么？我说，如果是王爷，怎样都喜欢。真的。太好了，太好了！那我入赘给你，我什么都不要，我只要你就够了。你堂堂定北王入赘，你让朕的脸往哪儿搁？皇兄，您刚才说了，无论知意看上谁，您都给赐婚。他看上我了，您不能反悔。朕没反悔，朕是说，那就赐婚，现在就赐婚，择日不如撞日，今天就把婚事办了。你急什么？婚嫁大事总得选个良辰吉日。王爷，你冷静点儿，我又不会反悔。知意，我等这一天等太久了。从悬崖底下你灌我水的那一刻起，我就知道这辈子非你不可。罢了罢了，地大不中留啊，朕就成全你们。萧凛、沈知言听旨，朕今日赐婚，定北王萧凛与镇远大将军沈知恩，择日完婚，钦此。臣领旨，谢陛下。行了行了，起来吧。朕看你们俩一个比一个急。知意，你回去好好准备，别委屈了朕的皇帝。不委屈的，知意怎么对我，我都不委屈的。快滚快滚！看你那不值钱的样子。这香有安神镇定之效，气味微甜，样式也好看，你戴上正好，谢皇兄赏赐。朕怎么听着这么生气呢？拜见镇远大将军，死囚重地，污秽不堪，将军怎么亲自来了？带我去见萧景恒。
是，将军这边请。你怎么会是你？沈之意，你是来看我笑话的？你满意了吧？明天我就要被斩首了。之意，我知道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你听我说，我做了一个奇怪的梦。是吗？梦里你是我的妾，我对你很不好，我嫌弃你，打骂你。后来我才发现，我深爱的人不是沈婉柔，是你。你就原谅我吧，我立刻把沈婉柔休了，娶你为正妻。你救救我，你救我，我不想死啊！救你？是啊，你去求求皇叔，求求陛下，饶我一命，我做牛做马报答你。可笑！沈之意，你这个贱人，你走了狗屎运！不，你不是沈之意，你是怪物！你到底是什么东西？你为什么要害我们？你说的对，我不是沈之意，这都要多谢你杀了沈之意，让我借他的身子活了过来。你说什么？既然占了他的身子，我自然要为他报仇。滚！萧景恒明天就要斩首示众，而你，沈婉柔，黄泉路上记得向你嫡姐赔罪。不，你不能杀我！原主，你的仇我总算替你报完了，安息吧。哎呦喂，这是谁家娶亲啊？好大的阵仗，我这辈子都没见过。这你都不知道？镇远大将军娶王爷，刚才发了好多喜钱，我抢了20文。等等，镇远大将军娶王爷？我没听错吧？女的娶男的？你没听错，就是那位护国大将军沈之意，一人灭了蛮族大军的那个。乖乖，这位沈将军真是个奇女子，可不是嘛？我听我在边关当兵的侄儿说，沈将军能从虚空中变出粮食，还有神仙药水，受了重伤第2天就能下地，她是神女下凡啊！恭喜定北王，恭喜镇远大将军，百年好合！打死他！奸贼，偿命！嘿，通敌卖国的东西，还世子呢，猪狗不如！边关将士浴血奋战，你倒好，勾结敌人借粮草，害死了多少人？你死1万次都不够！时辰到，醒醒！之意，爹错了，爹真的错了。之意，你好美。你又来了。救命之恩，无以为报。萧凛愿意以身相许。好，那便将你的一辈子许给我吧。